清晨7点钟，晨光下的长江金光闪闪。我们坐的重庆轻轨正好有穿过重庆的景点之一李子坝站，这是在居民楼里面的一个站。注意看，轨道是从楼房里面穿过的。旅途的第49天，我们到重庆西站坐上高铁，继续走陆路回马来西亚。至于是要从广西进入越南，经柬埔寨到曼谷吗？还是要从云南进老挝到泰国呢？当下还没有决定。不过走越南进入柬埔寨会比较有压力，因为我好几个同事，包括我自己，全部都在越南被抢过手机或背包，所以对越南的治安比较没有信心。至于柬埔寨最近几个月的贩卖人口新闻，也让我对柬埔寨的治安状况感到震惊。在柬埔寨多年的老友也说，目前柬埔寨绑架案泛滥，虽然他也算是个当地人了，但是他也不敢独自出门。不过在这一趟旅途的当时，也就是疫情以前，到柬埔寨背包旅行基本上都很安全的。可惜现在看来，不管是柬埔寨或是缅甸，目前是否不适合自助旅行。现在我会强烈建议，不管在柬埔寨、缅甸，或是与这2个国家有边界的泰国或越南，旅客都应该要提高12分警惕，不可随便接受别人的饮料、食物，更不可以随便相信人。因为加密货币的关系，犯罪得来的钱可以轻松跨国界转账和洗白。A 国犯罪，B 国当富豪，真的可以这么方便。所以各种匪夷所思的恐怖赚钱勾当都有人敢做。这种乱象如果无法克制，世界会变得很不一样。早上7点从重庆出门，经过8个小时，越过1139公里的奇石山水之后，我们到了南宁。到民宿安顿好，已经是傍晚6点。这是整个旅途中距离最长的一趟火车。入住的民宿在东盟商务区，区里面的小分区和路名都以东盟国家命名，所以有马来西亚区、泰国区、中兴路、中非路这样的街道名字。从2004年开始 ，China ASEAN Expo 中国东盟博览会都会在南宁举办，促进中国和东盟10国之间的贸易。会有这样的安排，那是因为广西是中国对接东盟的区域，从广西出海就是菲律宾、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文莱、印尼。从地图上看就很容易明白，所以东南亚华人也有很多来自广西。根据马来西亚广西同乡会的资料，是排第3多的族群，仅次于广东和福建。后来南洋华人回到祖籍地，又把南洋的事物带回去，所以来到南宁的老区水街一带，那边的老店物跟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新加坡都很像。除了老店物很像，在南宁连出行习惯也有南洋风格。在南宁满街都是摩托车，上下班买菜都骑摩托车。之前一路上的所有中国城市，除了重庆，几乎都没有这种习惯。满街的摩托车立刻让我想起河内。南宁和河内距离才350公里，不算过关卡的时间的话，那么开车5个小时就可以到咯，大概等于吉隆坡去槟城的距离吧。所以南宁到河内的陆路交通很方便，除了火车还可以坐巴士。跨国巴士是在南宁的朗东汽车站，从这里可以坐巴士到河内，那么就可以从河内南下到胡志明市，再坐巴士经柬埔寨坐到曼谷。但是考虑到我们对越南和柬埔寨比较不熟悉，感觉我们带着笨重的行李会比较不安全，所以最后我们打消了从越南、柬埔寨回马来西亚的想法。南宁的饮食习惯也是我们东南亚华人很熟悉的口味。南宁有一种粉，名字很有趣，叫做楼腰粉，其实就是清汤河粉啦。我在南宁水街的美食广场吃的这碗鸭肉老友粉，简直是人间美味，超级好吃，价钱也不贵，才人民币12块钱。就是这间水街彭威烧鸭，超级推荐。第52天，我们坐上了此行最后一趟的中国火车。广西和云南之间的这条路线景色也很精彩，地平线上有许多这样一颗一颗的石山。石山之间的山谷还有农田和农舍，景色非常秀气。从城市人的角度看，住在这样的地方实在很舒服。
前提当然是不愁衣食加交通便利了。穿过云贵高原的神仙景色，高铁在昆明南站停下。原本从成都开始一直到南宁，天气已经非常热，没想到来到昆明，却突然就变得有点冷。原来昆明是在高原上，高度跟马来西亚的云顶差不多。虽然也是在中国南方，但是冬天不会寒，夏天不会热，四季如春，所以昆明也叫做春城。突然之间，我想起了中学时期的一位先生，名字就叫做春城。多年不曾想起这位老前辈，是来到昆明我才猛然想起，这位前辈的名字原来是指昆明。也许他家人为他取名春城，并非偶然，因为在日本入侵中国的期间，南洋有3000多名华人响应新加坡华商程家庚先生的号召，到云南去主持货车队，冒着吊销山崖、日军轰炸和疾病的风险，从缅甸往云南向中华民国的军队运输物资。日本投降之后，剩余约一半活命的人也回到南洋。说不定那位前辈的家里也有人参与了这一次行动，而为他取名春城作为纪念。在昆明，我们住到了大角市国际青年旅社。虽然离开地铁站要步行10分钟，但是很靠近一个菜市场。离开中国的最后几天，能碰上这个专心农贸市场，跟中了头奖一样。因为有好多当地美食，用菜市场价格就可以大饱口福。而且都很有特色，比如这家大排长龙的豆腐米线和干汤圆，从来没见过。还有这摊狗街烤鸭，又便宜又好吃，也是排出了人龙。云南物产之丰富，从市场就可以看出来，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食材，好多都是马来西亚没见过的。适逢野菇菌类的季节，所以看到好多稀奇古怪的菌类，又肥又壮，看起来好像很好吃。摆摊子的也有许多穿着民族服饰的少数民族，我这才知道，原来云南也有很多回族。其实泰北也有很多来自云南的回族穆斯林落脚。有几顿饭我们都是在穆斯林的饭店吃，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这间回民饭堂，因为大姐的档口贴着这样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Salam， 在 Ramadan 期间为出门在外和不便做饭的斋戒者提供免费开斋饭。这家烤羊肉串戴头巾的老板娘应该是回族，但是老板感觉像是新疆人。附近还有伊斯兰教堂，刚好到礼拜的期间，令到他们的阿赞跟我们这边的不一样。接着我们就到昆明南部汽车站买票，在这里我们买了去老挝会赛的车票，票价是每人380块钱。这是一个国际车站，可以坐巴士到缅甸、老挝、泰国、越南。买好了车票，看到旁边好像有个大卖场，走过去一看，才知道这里也是一个批发城，叫做罗斯湾国际商贸城。里面有卖各种各样的小商品，比如衣服、行李箱、鞋子、玩具，规模很大。其实就跟义乌一样的模式，来自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的商人可以通过陆路直接来这边进货。坐在昆明 MRT 上面，看到商贸城外观，你就可以知道到底有多大。旅途的第57天，下午6点30分左右，我们带着从菜市场买的一些干粮，登上了这辆跨国的卧铺巴士。巴士7点开车，出了昆明不远就上了高速公路。没多久天色就暗了下来，到
到半夜的时候，司机依照法规在夜间2点停车休息，接着到清晨6点才再一次上路。这条路线叫做昆曼公路、昆明曼谷公路，会穿过雾气缭绕的深山，在细微晨光和云海之间，经过玉溪、普洱、西双版纳，还有老挝、台北，最后抵达曼谷。全程是1800公里，多么希望有一天我也能自己开车走这一条公路。巴士在早上8点抵达中国边境莫汉，在这边司机会休息1个小时，吃早餐、喝杯茶。9点钟再度出发，前往不远处的关卡。这里就是中国的海关，从这里就可以出境老挝的 Batam。因为是东盟成员国，所以马来西亚人的入境程序很简单。进入老挝不需要签证，填好入境卡，确认盖章就可以了。但是同行的中国人会在入口处被收取小费，具体要给多少就不是很清楚。这一座金色的塔就是老挝 Batam 的海关，非常简单。走出简单的海关建筑，等同一辆巴士过来，上车就继续前往会赛。眼前这块工地是中老铁路在老挝境内的第一个火车站 Batam。听说这个地区也是用来搞赌场，实在让人很无语。先是西哈努克，再到 Batam。东南亚一带一路的节点，如果都继续这样被用来大搞黄赌毒，把地方弄得乌烟瘴气，那么华人的名声会越来越糟糕，华人在海外旅游也不会安全。巴士在老挝的公路上明显过大，往往还要与来自中国的大罗里擦身而过。这些大货车来自全中国各地，甚至还有来自黑龙江、辽宁的。再回去的是各种热带水果，比如香蕉、榴莲。这样的大货车来来往往的很多，对使用这些公路的村民造成压力。试想想，你开着一台小摩托车，然后前后都有12轮大罗里冲过来，你真的要躲远远的。往往路边都有村庄，有小孩跑来跑去玩耍，所以其实很危险。实际走过这条路，你就会发现这样的问题。所以中老铁路的建设是符合需求的。如果没有解决，那么老挝就永远成为区域物流的痛点，东西越来越出不去，就越来越穷。而老挝到底为什么那么穷呢？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从地图上就可以轻易的看出来，整个老挝几乎都是山，平原、海港都属于泰国、柬埔寨、越南，是整个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修路不简单，所以交通不便。另外，老挝的国土上还有很多炸弹。At the time, the U.S. government did not acknowledge America's role. It was a secret war. And for years, the American people did not know. Even now, many Americans are not fully aware of this chapter in our history, and it's important that we remember today. Over 9 years, from 1964 to 1973, the United States dropped more than 2 million tons of bombs here in Laos. More than we dropped on Germany and Japan combined during all of World War II. It made Laos per person the most heavily bombed country in history. As one Laotian said, the bombs fell like rain. Villages and entire valleys were obliterated. The ancient plain of Jars was devastated. Countless civilians were killed. 在互联网出现以前，世人都不知道，老挝是人类历史上被轰炸最严重的国家。所以，除了多山地形的先天限制，遍地的炸弹也是阻碍老挝发展的人为原因之一。从1964年到1973年的9年之间，美军在老挝进行了一项秘密行动，行动代号是 Operation Barrel Roll。这项秘密行动进行过580344次轰炸任务。在老挝投下了2.6亿枚炸弹，总重量超过200万吨。9年之间的每一天，
平均每8分钟就有一颗炸弹落在老挝。老挝18个省，有10个省是 UXO 未爆弹重灾区。根据 BBC 的报道，还有2.88亿枚的 cluster munition 奇数炸弹弹药，以及7500万枚的其他类型未爆炸弹散落在老挝的国土上，导致老挝的土地在没有进行仔细清除炸弹以前不能随便动，这也为土地发展增加了巨大人命风险和成本。而排爆工作，美国并不直接派兵负责，他们是拨款给一些美国的非官方组织，通过这些组织再拨款去组织当地志愿者去清理漫山遍野的未爆弹。战争结束以后，至今50年，美国承诺付出约2亿美元的清理费，但是当年长达9年的投弹行动，据估计每10天就需要1亿美元，也就是说，当年每20天，美军就可以花掉2亿美元丢炸弹，长达3285天。战争结束50年以来，已经有2万人被 UXO 炸死，其中大部分是小男孩，看到小球一样的炸弹，好奇捡起来玩，就会被炸死。单单在2021年，老挝有记录的 UXO 爆炸事件有31宗，致伤44人，杀死11人。也就是说，虽然美国离开战场已经50年，但是每年还有平民被美国炸弹炸死或炸断肢体，可想而知，在其他的战场，未爆弹也会持续困扰当地人多年。巴士在中途会停下来让我们吃午餐，午餐是在路边的乡村屋餐厅，售卖的食物都是一些炒菜啊、烤肉、水果之类。由于担心在车上会闹肚子，所以一般我们坐巴士都尽量少吃少喝，这一次也不例外。下午7点从昆明出发的巴士，在隔天下午大约4点抵达会采的时候，是在一个空地上。一下巴士就有很多偷偷司机来问要去哪里。最后我上了一个中国小伙和他老挝太太的小面包车，目的地是湄公河边的老太关卡。出境老挝很顺利，接着坐上接驳巴士越过湄公河。要注意，这个接驳巴士是要买票的哦。湄公河的另一边就是泰国的关卡啦。进入泰国也很顺利，不需要给过币钱。过币钱也就是请官员喝咖啡的意思，讲白了就是台底钱贿赂啦。马来西亚游客从布吉盖威淡马泰关卡进入泰国，往往会被收取1块或是2块钱马币，交给柜台官员的。这也已经是公开的惯例，不知道是哪一个笨蛋开的头啦。无论如何，这边不用给钱。入境以后再坐上 Tuk Tuk， 直接前往边境城市强孔。Tuk Tuk 上面这几位大姐也是从中国过来的，她们来自西双版纳，也就是西双版纳，听说是要到清迈去找亲戚。来到熟悉的泰国，老实说，感觉就已经像到家了。但是从泰国北部坐火车回马来西亚，我还没有试过。接下来的行程，我们留到下一集再继续与大家分享吧。如果这一集的内容对你的旅行规划有帮助，请不要忘记给我们一个赞，分享给你喜欢自助旅行的朋友们，一起订阅我们的频道哦。谢谢你的观看，下一集再见。